近年来，新加坡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改进。随着社会的改变，大家也在挣钱的道路上更有创意。一同和我们的时事编导探索一些另类的职业，用金钱换取友情，私家侦探，你为什么跟踪我？金融诈骗，非法美容师，调教王，手伸出来，收债员，安弟，我来过嘞，你记得我吗？非法野生动物贩卖，成人用品店。实际上，我们对这些职业真正了解多少？社会对这些工作有什么看法呢？就法律而言，这些工作的黑白区域是什么？走。双方都行。哇，有这种职业，新加坡吗？你确定吗？真的吗？我对他们没有很了解，除了在3级片看到之外，就没有什么接触过啦。就是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被折磨。我对这个 BDSM 的 concept 很好奇，可是没有说，不知道要怎样去加入。我觉得这些人需要的是要去看医生，而不是说去寻找另外一个途径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平衡的一些情绪。我觉得这是个人的喜好跟隐私吧。割裂的50道阴影，这部电影在2015年非常受欢迎。但是也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在宣扬厌女症还有性虐待。BDSM 是指一系列的性偏好，爱好者他们享受心理和身体上的控制。BDSM 的社区应该不是很大，但是我联系了这位男士，他自称自己是调教王。Hello Alex， 你好。你很像带了很多东西。对啊，你说要见识一下吗？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有看过。这打麻的，会痛吗？打都打不到人。哦，真的。所以有一次就是那个女的，她的伴侣被打到哭，我就问她是不是我打太过大力，她说没有，她正在释放她因为她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压力。所以当我打他的时候，他就全部释放出来。但是过后之后，他很开心。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会有很大的误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虐待的。这个猜，pepper and salt。被受调教的女孩子，她们在工作职场上，她们其实是某公司的总裁，或是某公司的经理。挺高职位，下面有很多人是他控制的，但是他就是不想要有这个包袱。当他进了房间，他就想要把这些全部丢掉，他想真正属于一个人。也是有很多种款式，有一些是专门服务，就像他去女王家，帮他煮、帮他打扫、帮他清理，也是喜欢被虐、被打。有一些喜欢单纯捆绑。OK， 这个怎么这勾什么的？这个是勾在你的那个是一个比较宽的情趣生活吧。但是不是很多人能接受。打人的那个调教王，他是一个服务者，但是那个需要的人，他是有病的人。任何的一种虐待的行为，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理上的扭曲。他会有特定的这个行为，就表示有一个特定的环境造成了他很大程度的一种压抑，缺乏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这个是你的全职工作吗？不是，只是我的一个兴趣。我想尽量的维系这个群体，让一些比较新的人知道说，到底这个 BDSM 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开始的？我进入圈子有20多年，其实我很小就对这个捆绑的东西很有兴趣。
看了一个，我也不要跟你讲怎样看到了，我看了一个 video 就觉得说为什么女孩子被捆绑起来很好看，简直像一个艺术品这样。因为我当时候还年轻，就是想说这些东西是只有在外国或者日本啊、美国这种地方才有，新加坡哪里可能有人喜欢这些东西？但后来到我30多岁之后，就网络很发达，就上网，然后就晚上做工没事情的时候就寻找一些资料了。后来就给我找到了一个网站，然后就签了当个 member 会员，然后就开始在上面跟人家聊天。后来就遇到一个女孩子，也是没有经验的，但是她想试，然后我就再深入的去研究，上网去看，然后 BDSM 的这个关系是怎样，然后就从那边慢慢发展。但是我要知道要怎样去打一个人，但是他又不会受伤，所以就从那边慢慢的去研究，越来越有趣啊！怎样用蜡烛、滴蜡、冰块、水，很多元素都可以让人家有高潮。那个顺从者，你这20年来你有几个？8到10个。8到10个。然后你一次过有8到10个吗？还是我的人比较传统，我喜欢1对1。有感情的吗？有关系的吗？还是只是性上面的？单纯通常都会慢慢建立一些感情基础在那边的。然后其实是要看对方他要怎样的，我会尽量的去配合。最重要的是了解他的真谛在哪里，不是意味着把女孩子带进房间无情的抽打就是对的。我们调教是有一个编排，要怎样一步一步来。所以你刚才说什么玩多10年就不玩了？哎呀，也是有要体力的嘞。你就算你拿鞭子打人，你也要出力啊。5、6个钟头你手也会酸的嘞。你还要用脑想，你要做些什么？那你还要知道他喜欢什么。对，没有这么容易啊。挺累的。所以很多人宁愿做被调教者。被打是解放吗？真的不知道不是打人才会解放吗？我很生气，我要打人。为什么是被打的不是解放？普通的人是不会要这样的服务，这些人就是可能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那你先吧。我是 Master Alex， 我是 John。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小4、小5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开始看色情的东西嘛，然后过后就当初是有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为那时候还很小，然后过后就越看越多，那就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其实过后看 porn 就是对那种比较 rough 的，就是其实就是他们就是看有兴趣，就是他们虽然很痛，但是他们还是一直在做，我就觉得就有点有趣了。其实今天来我就是以一个很开放的心态来学啦，因为我对这个还很初学，所以还不知道要问什么东西。你会害怕说朋友或家人知道你对这个有兴趣吗？我很害怕。最好就是说找到一个方向啦，看你想要是调教王或者是被调教者，所以你要往一个方面去出发，然后去感受一下你到底会对哪一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从中慢慢学习。可以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集会，去跟更多人交谈。差不多的。痛吗？不会，还好。这个不痛，好吧，来下一个。安全第一，然后不要使用任何药物、喝酒，这些都是在玩之前是最好是不要。还有你要有自己的底线，要跟你的调教王达成一个协议，说你的尺度是到哪里。欢迎你们来到我这个束缚的课程。既然你们都没有经验，没问题，我会从一些基本的东西跟安全先跟你们寒暄，然后我才会进入那个真正的练习。保证他们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不是说单单说你是他的主人，就是说你只是在房间里面，外面你要照顾他。男性跟女性的调教，女王或者调教王，对吗？对。有什么分别呢？以我自己知道的分别，通常男调教者会比较1对1，就是他属于你。女孩子的调教者就不一样，他们就像你们所谓的说女王，女王脚底下就会有很多兵。跪下，过来，帮我戴上这个紧箍。大声点。女王，请帮我戴上这个紧箍。好。很多个男性的那些被调教者就想要去奉承这个女王，他们要有那个杀气。帮我拿一杯冷水来。好的，女王。要有那个威严。女王，请喝水。我叫你拿冷水，这是什么？这是温水。真的好的女调教者是不会跟你开玩笑。手伸出来。我说跪下就跪下，我说立刻走就走。你刚才他的表现不是很好，所以现在我们要给他一个体罚。快点！你觉得怎样的人就是比较喜欢 BDSM？ 我不能跟你讲说怎样的人，因为我遇过色色种种不一样的，老的有，年轻的有，外国人也有，本地人也有。要看到什么种程度啦，你勒着他脖子不放，然后他喊了你又不放，那个你真的要他命吗？我觉得道德上呢，没有对和错，只要说你的嗜好不会伤害到其他人，就是说你自己喜欢就好，不会害到说人家会失去生命啊，或者是受伤的话呢，是没问题。他们自己的家里面做，那是他们的事情了嘛。我们买了一个自己的网页，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可以去我们的群体里面，然后会得到更多的资讯。你可以下一次去我们的不一样的活动或者是教课，会有不一样的人，通常都会是一对一对来的啦，也是有一些单独的啦。我们会去一个酒廊啊，通常这个酒廊都是知道我们是这个社群的，所以我去看哪一些是新人，因为我在这边很久，所以我知道哪一些是没来过的，我就会跟他们聊天。之前很多人都是只是想，只是会去网上去多了解，但是真正踏出来是近这10年比较多。因为在我们的新人的那个名单上面，真的每一个月都会有至少4、5个、6个新人出现，10年前是1个都没有。通常来我的 workshop 的人会有一些是完全没有经验的，然后他们要重新开始慢慢学，因为我们的 workshop 通常会有分几个不同阶段，然后有不同的不同的款式的捆绑方式，他们会慢慢去学。说如果他们有兴趣，他们会去第1堂课、第2堂课、第3堂课、第4堂课。当然是希望说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比较大规模一点的课程，或者是甚至表演，上台表演给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看。其实不是完全都是一定要有性方面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的 workshop 很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觉得我现在还不能断定就是我要做哪一个，所以我会先去了解更多，然后可能再尝试，然后之后才决定。今天我学到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双方都需要有一个达成共识，然后之前他们必须先更了解对方，然后他们在执行的时候才比较有默契。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新加坡的社会越来越多人就是喜欢或者想尝试 BDSM？ 其实他们压抑在他们心里的一个是这个情绪要得到释放，但是那个释放的方法有不同的种类，有些人通过吃，
有些人通过去旅游，有些人通过去做很危险的事情，有些人就是通过这个 BDSM 的这个生活，来舒缓他们这些紧张的情绪。